明月高悬，却又一无所有。这句话何尝不是苏沐雨一生的写照？在周慕南的诸多小说里，我尤为喜欢苏沐雨这个角色，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厉害，而是他一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清醒。高风霁月的君子，所有人在黑暗中向往的那抹光，即便年少遭遇屠城，即便身处江湖最黑暗之处，却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底线与原则。是赶在提魂殿里提出的3步阶，是一人一剑来到无双城，以卓越安身份的问剑，更是只想做一名逍遥自在的剑客。作者赋予苏沐雨的人设是白月光的存在，是不堪的暗河里唯一的良善，可偏偏明月的命运却一生坎坷，一无所有。从苏沐雨问剑无双城开始，他的故事就走向既定的结局，是袁哲忠与白鹤怀错过的死别，是亲手杀了最好的兄弟的意难平，亦是看着至亲好友一个个死绝的结局。剧中唯有的3条感情线，一条比一条遗憾，唯独在苏沐雨身上，我看到了唯一的圆满。可能很多人看到我这么说，都会觉得我疯了。明明《暗河传》的故事和圆满不沾边，作者可是周慕南，他笔下的 CP 就没有圆满的。确实，每一对 CP 从不缺一见钟情的名场面，却唯独都缺少了一份开口的勇气。唐连月和苏雨墨爱成为开口的秘密。唐连月跟沐雨墨完全是再现了《少年歌行》里天女蕊调戏唐莲，唐莲不愧为唐连月的土地，那骨子纯情尽，一脉相承。这对不是爱人错过，但是生离的克制也同样虐到不行。他俩属于对彼此一见钟情的那种。唐连月当时跟雪月剑仙等人齐名，沐雨墨从来就不是他的对手，但为了拖住他，保护大家长，沐雨墨从来都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。而唐连月非要说沐雨墨对他使用了媚术，但沐雨墨人设上从来没有学媚术这一条，就足以说明唐连月对沐雨墨是生理性的喜欢。他可以找借口照顾沐雨墨，而放下对大家长的追杀。他能安然在沐雨墨身边睡着，沐雨墨靠近他没有任何的反应，被拿走指尖刃也没有去要回来，这不是心动是什么？但唐门跟天启之乱，造成了唐连月跟沐雨墨天然的身份对立。沐雨墨回去继承沐家家主之位，唐连月终身不娶，守护唐门。俩人一人不娶，一人不嫁，就这么遥遥相望。原作中，唐连月和苏雨墨之间是没有感情线，但加了这条情感线后，两个人物都更加立体。唐连月的人生里，不再只有师命和传承，也有了爱人和被爱。我觉得这样的改编才是角色该有的温度。而从剧版改编后的视角来看，唐连月和苏雨墨的结局走向并不圆满，甚至充满了逼的前奏。苏雨墨去唐门找唐连月，发动自家人出手，给唐门解开危机后，唐连月和苏雨墨之间并没有过多的感情进展，甚至还以此上演了一场你追我逃、口是心非的戏码。可唐连月的逃才是最符合他的人设。身为唐门未来的希望，他身上肩负的不是一人的情爱，而是一门荣辱的兴衰。我想，正是因为他意识到对苏雨墨的感情，才会在得救后逃开。即便苏雨墨能追踪到他的位置，却也无法让他心里只有爱情。在我看来，他们之间从一开始是因为立场的问题而无法走到一起，但越往后，阻碍他们相爱的却是他们自己本身。唐连月是喜欢苏雨墨，但他无法为了爱情去放弃自己想要做的事。苏雨墨同样也是，在他心里，爱情不是唯一，永远都有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存在。可除此之外呢？那份在心里权衡的犹豫，才是这段感情无疾而终的罪魁祸首。他们明明都喜欢对方，一个知道当初在拖延时间，却甘愿留下来照顾；另一个明知道对方看穿自己所有的把戏，还装作不知道。两人竟默契般把爱意藏在心里，绝口不提。或许都在等一个合适的时间、合适的机会，再考虑将来。只是幸福和圆满从来都不是靠等就可以拥有的，一次不开口的表白造就一生的遗憾。同样出狱就把终身定下的这个系列里，《暗河传》大有人在。赵玉珍和李含一嫁一下的遗憾。赵玉珍和李含一的故事，看过《少年歌行》的小伙伴们并不陌生，一生见面的次数不过寥寥几笔，却有着一生执念的爱意，填不满的遗憾，诉不尽的意难平。虽同为剑仙，但各自的道各有不同，本应该是两条平行线的人，因年少的相遇对彼此钟情。后来赵玉珍会忍不住打探他的消息，再后来违背师命下山寻他，
这一旬就是天人永隔的结局。一身红衣的李寒衣还没来得及嫁他为妻，就看着赵玉真死在自己怀里。这一次《暗河传》里又有他们相爱的点点滴滴，只是他们之间注定的结局，让我一度不敢看下去。他们有多么相爱，还回来的刀子扎在心口上就有多疼。以前我以为他们之间没能走到一起，是因为不断的错过，是赵玉珍师傅的阻拦。可直到我看到《暗河传》，我对他们这对 CP 的结局有了不一样的解读。或许从始至终，真正阻碍他们相爱的是一生都无法逃脱的宿命与责任。李寒衣的母亲是天启城的4守护之一，而继承母亲衣钵的他，又岂能真的可以做到随性而活？他的师兄百里东君都做不到，更何况一生被雪月城城主之名禁锢的他。在苏沐雨要和无双城约架时，琅琊王第一想到来劝架的人就是李寒衣。后来暗河和唐门的殊死一搏时，李寒衣又现实返场主持大局。如此这样的人，他的一生又岂是能如自己所愿？他的婚嫁又怎么会是简单的一句随心所欲？真正阻碍他们的是在错的时间遇上了想要托付一生的那个他，这才是遗憾，才是少歌宇宙里注定的意难平。而我之所以说苏沐雨才是全剧3对 CP 里最圆满的人，不是因为圆着，而是编剧的改编后圆满化的这条感情线。3. 白鹤怀和苏沐雨天真也需要资格。原作里白鹤怀的结局是死在了要人之毒之下，也是后面苏沐雨狼狈不堪人生的导火索。白鹤怀和苏沐雨，他们在所有人的眼中是格格不入的两个存在。一如药王一开始很难想象，一个只会杀人的杀手会和救人的神医成为朋友，还一起开了一家医馆。可往往就是世俗难以预料，所以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吧。就像我前面分析的2对 CP 来看，他们一对困守于世俗的枷锁，2个门派的偏见与立场，另一对则是因为彼此肩上肩负的使命与责任不能在一起。他们是相爱的，但在相爱的面前有太多的东西让他们无法在一起，永远都有比情爱更重要的东西出现。唯独苏沐雨不一样，虽说剧情发展到现在，苏沐雨和白鹤怀之间依然还是没有明确的一句表白，但比起那些言语能表达的，他们之间所做的一切早已经是默许的爱人。鹤羽药妆的名字，苏沐雨看见的那一刻，嘴角微扬，也能明白与之一字对应的人是自己。苏沐雨虽说是暗河的纸伞鬼，这一生也很少与女子接触，可他不会不知并肩而立的2个字代表着什么意思。他能和白鹤怀在同一屋檐下生活，能洗手为他做羹汤，心里向往的美好生活里也有了一个具体可期的人。还有后来白鹤怀中了要人的毒，需要贴身护卫，所有人都心照不宣，知道这个人选非苏沐雨不可，而他也应下。苏昌河事后还感慨道，想要喝一杯喜酒，不是自己的，而是好兄弟苏沐雨的。要知道，能让苏昌河对白鹤怀如此重视，且有好脸相待的，必定是因为对方是苏沐雨最为珍视的人。苏沐雨身为苏家的家主，他身上的担子不比任何人少，可难就难在白鹤怀愿意做那个等他的人，而且不知是命运确有安排，还是2人注定的缘分。在他们分别之后，白鹤怀因为收到小师侄的保命蛇的求救信号，也动身去唐门寻人。我还记得苏沐雨有句话说得很对，当你足够强，就有天真的资格。我记得最初看《暗河传》的时候，还真的怀有偏见，觉得苏沐雨对一切都太过于理想。可现在看来，理想一点又有什么不好？希望不都是诞生在妄想里？只要敢想，只要够强，就有天真的资格。巧的是，这2点苏沐雨身上都有。抛开角色将来的结局，就只谈当下，苏沐雨和白鹤怀就比前2对 CP 好太多了。他们曾一起对饮，一起畅谈，一起期许过未来有对方的生活。比起世俗定义的在一起，比起所谓的圆满，我觉得最好的是当下他们能并肩前行。世俗对圆满的定义是可以和爱的人终成眷属，是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。可那就是幸福了吗？那就是圆满了吗？不，在我眼中，圆满不该被禁锢于所谓的世俗定义。真正的圆满是此刻心照不宣的喜欢，是当下能够的并肩而行。至于未来的结局如何，那就把未知还给未来。纵使遗憾收场，
也爱过无悔。曾经相爱的曾经，从不是回忆洪流的一撮记忆，而是彼此曾经爱过最浪漫的见证。我愿意相信《暗河传》的故事会有一个不同于原着的结局，也期待着有一天苏沐雨的彼岸能够实现，一如我们期待的结局一样，实现他们的圆满。